台湾没有能力去处理真正的大问题。台积电的下一步何去何从？台湾讨论太多的假议题，台湾能不能独立，这是假议题。马凯说，有些台湾人一边煽动台独，一边幻想独立之后的日子走向台独，那么台湾不但不会变成一个独立国家，反而会变成一座监狱，到时候就真的没有人可以救台湾。面对中国实力越来越崛起，美国的实力越来越衰弱，要压制中国大陆能力越来越低的情况下，台湾该怎么办？把共军的枪颁给国军，国军跑第一名，结果变成共军，赞啊！这我国国军的最高境界，立委许志杰就送了马拉松的奖杯，通过军方认证。那这个枪应该是954步枪，对岸的标配步枪，后面后置弹夹，我们的 T-92是前置弹夹，完全不一样。送共军退伍老兵的纪念品，送给国军当马拉松，这就是民进党政府啊！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沈伯洋提出说军法还不够，要有国安专属法。针对这个两岸交流的部分，那17条还隐含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到底中国的定性是什么？既然赖清德已经非常明确的没有中国大陆这种说法，是中国跟台湾就是一边一国，用的就是台独的两国论。第二个是台湾的境外的敌对势力，那就是敌国咯。敌国论，这比以前的一边一国论、特殊国与国关系法、李登辉两国论、蔡英文的互不隶属论更加激进啊！敌国论啊，我们是可以直接讲赖17条其实是敌国论。你把任何一个民进党的政客抓出来，不要看这讲这个手语人 ABC 的，大概我看少之又少啊。它是一个政治宣示的意义超过一切。所以在17条大概想下来，大概你的脑中里面大概只有几个，一个就是敌对势力，中国是台湾境外的敌对势力啊。第二个大概就军法审判，大概除了这2条你比较有印象以外啊，大概其他的你印象并不深啊。给各位朋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民进党现在正在推动大罢免，可是大罢免在推动的同时，当了反罢免的最佳助选人。2月28号在白宫的那一幕，让台湾人傻眼，让民进党也傻眼了。有一天台湾会不会这样子？泽伦斯基还进得了白宫赖伦斯基是进不了的但他就是赖布伦斯基，还可以去吵架你连进门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民进党就发现，一面在搞罢免，那一面呢出现民进党长期以来建构的一个论述基础。这个论述基础就是什么？就是美国不可怀疑。结果现在告诉你，美国是可以怀疑。不断的论述基础说，台湾有很强的护国神山，而3月4号呢，这个护国神山怎么样子被搬走了？民进党戏唱不下去了，哇罢免，但是台湾不见了，唱不下去了，台湾被出卖了，所以他必须另辟战场。这一个你要从另辟战场的角度来看。14号啊，刚好是反分裂法的20周年，所以他13号去定性两岸的关系是境外的敌对势力一路下来，他选举前他说我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，当选之后他说两岸互不隶属，台湾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，那最后说中国是境外的敌对势力。13号讲这个，14号反分裂法的20周年，理论上中国大陆应该会暴跳如雷，这是赖清德预测的吧？他要的嘛，芒果干来了嘛。结果没有想到，除了国台办发表了一篇长一点的文章，而且讲得热热等就知道说我不喜欢，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超出过去的范畴。第二天的这个20周年，好像云淡风轻，没事一样嘛。戴上他很难过这个民进党很痛苦什么没有上当。2027年可能会攻台，什么时候政府讲过这个话？以前都说会攻台是骗人的啦，假的啦，现在告诉会攻台，整个的剧本就在贩卖芒果干，而中国大陆呢不但不卖，而且呢云淡风轻。这个时候说一定会有今年，结果大陆也不用今年，叫做例行警备巡航。所有警备巡航说你这里外是我的，我也不用宣布了，我说在这里绕一绕，看你能怎么样。常态化的警备巡航了嘛。不止如此，他也宣布说台海要有今年，我的今年是剑指美国，从来没有过第一次说我的今年是直挑美国，美国等了3天了，今天已经是20号了，16号发布到23，国务院用了一个很重的字，才是说回应，明目张胆，对不负责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对美国等了4天的回应叫做明目张胆，只有这样而已可是中国大陆不是要你回应这个，说我现在就针对你做演习，你要怎么办？假如美国没有回应，美国就怂了，美国没有相对的动作回应，只有讲一句明目张胆，有没有？美国还可以信吗？这是第一次中国大陆明白的挑战美国，可是竟然没有什么回应，没有回应。
所以芒果干不好卖了。中国大陆现在对应民进党的台独政策，他已经慢慢学会了摸索的方法跟路子了。换言之，我只要把美国打掉，有没有看你台湾跳舞吧？现在我就是告诉你，美国你看可不可以？过去跟美国的对峙在南海，不管是16年的2艘航母舰的对峙，或者是23年的电子战的对峙，坐而不先，逼着你到处跑，最后你2艘航空母舰撤退了就算了，避而不先。可是现在不一样啊，现在是告诉你，我就针对你。民进党呢，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了。国防部对这一次的军演异常低调，只有宣布基建大量出现，其他没有什么很实不，他这个基建出现，他没有说他要今年嘛，他说例行巡航嘛。国防部有说叫做战备警巡。对于我的主权所在哦，那美国有没有抗议？没有啊。那我们能干什么？他也没有说他要今年了。民进党本来等的是气急败坏的回应，今年的压力，哇，这叫芒果干有没有？够了。结果呢，没有气急败坏的回应。中国大陆在因应这些部分呢，已经慢慢的熟悉了一件怎么来处理国际政治的事情。所以你再看这一次3月份的外交期刊所提的那一篇文章啊，就讲得很清楚，美国失去台湾不会怎么样，美国为台湾打一仗，美国会受伤很严重，不是阿狗阿猫写的哦。在外交期刊里面，而且长篇大论的告诉你，今天美国要是太强烈的表达我要防卫台湾，到时候你没有能力防卫啊，你的信用才会崩解，所以你要保持模糊。但是呢，千万不能为台湾去打一架，不能让中国大陆成为地区的霸权，所以你要把日本、要把韩国、要把澳洲、要把印度结成个联盟，因为他们怕中国壮大，用这个联盟让中国大陆成为不了地区的霸权，而美国不能介入。那台湾怎么办？你们应该去买所有的武器来防卫台湾，出钱给我美国 ，OK？ 要我美国干，没这回事。乌克兰最起码还拿美国的钱呐。马凯硕是新加坡非常杰出外交官，也是现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研究员啊。马凯硕他去年也来台湾，也有发表演讲，他多次的在警告就是台湾的一个问题。那他17号的时候在微博发布了他半年前在台北的演讲，再次重提这件事情啊。他当时对台湾的朋友说了一些实话，指地缘政治是非常现实和残酷的。有些台湾人一边煽动台独，一边幻想独立之后的日子哦。如果呢走向台独，那么台湾不但不会变成一个独立国家，反而会变成一座监狱。到时候就真的没有人可以救台湾。那台湾现在已经越来越接近那个危险时刻哦。其实台湾最明智的做法呢，应该是意识到这样一个危险时刻要非常的小心。台湾有些人如果认为对台湾有利是某种形式的独立，任何情况下都是危险的。如果你走进一个充满瓦斯的房间，点燃花火，那你会引起一场大爆炸。那些推动独立的人呢，必须理解其中的危险。他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悖论哦，推动独立的目的是要拥有更大的行动自由，能够让你有认为独立之后可以有更多可做的事情。但实际上，如果台湾推动独立，台湾在全球的范围内会变得越来越孤立。他说，现在作为台湾人一大好处是拥有一本在世界上150-160个国家可以接受的护照。但你如果推动独立，迫使各国决定是否要承认台湾为独立国家，那大多数国家他保证不会承认台湾是独立国家，这就是地缘政治的现实啊。所以推动独立实际上是把自己锁进一个小监狱，扔掉钥匙。特别是现在，因为这就是历史上如此危险的时刻。那因为我们知道马凯硕其实做联合国大使做超过10年，在国际上是非常非常权威的一个国际地缘政治外交学者。台湾讨论太多的假议题，台湾能不能独立？这是假议题。台湾呢没有能力去处理真正的大问题。台积电的下一步何去何从？面对中国实力越来越崛起，美国的实力越来越衰弱，而且要压制中国大陆能力越来越低的情况下，台湾该怎么办？这是真问题啊！但真问题不能讨论，因为讨论真问题很难受，要面对图穷匕首见了。假议题可以天天画靶在那边吹牛。那今天呢，马可斯这些人呢，包括我本人在内都如此。我喜欢呢，把大家带进真问题来看看。泽伦斯基今天最大的危机就是把自己逼到墙角，毫无回旋的空间。今天赖伦斯基的做法也是把台湾逼到了墙角，也是把自己逼到了墙角。他今天不台独，他能走吗？但台独下去走得下去吗？他不独，他已经讲到这样子，不独不行的。但是要独，走不下去啊！这不就是囚徒的困境吗？他说台湾搞台独会变成被关进监狱啊，就连钥匙都找不到啊！什么意思？就关得进去就出不来了，没有钥匙。这就是今天泽伦斯基的困境，也是赖伦斯基的困境，你不觉得吗？
赖17条，老共确实是把它定性为台独嘛，共20架次进入中线，去年就实施过联合战备警巡，军队、海警甚至其他各种单位联合来进行把台湾海峡内海化的一个作为。当然站在我方的立场是断然不能接受，民进党向来遇到这种事情都是大肆嚷嚷中共威胁、中共胁迫。今天国防部只有被记者烦得受不了，跳出来说这4个网军头叫做假的。至于应对这个，只有媒体报，直播开始前我查了老半天，查不到国防部有什么新的回应，好像那飞机20架，他们咻咻咻飞来飞去，抓到了，如果真的是网军怎么办？他说这4个各自被公布怎么办？假的。那这4个是活生生的人怎么办？假的，这我国国军的最高境界。至于共机共建来重要吗？雄三飞不飞重要吗？赢了就好了，干嘛回答？不要回答就是赢嘛。这个奖杯是一个枪支的奖杯，原来是954步枪，是对岸的标配步枪。我们的 T-91是仿美国的 M 系列步枪，完全不一样，没有一个地方像的。许志杰送的我们后置弹夹 ，T-91是前置弹夹，完全不一样，因为我们是走美系的，大陆这边是走苏系的路线。他们就喜欢用淘宝货，人家是拿来送退伍老兵的，我们拿送共军退伍老兵的纪念品，拿来送给国军当马拉松啊，这就是民进党政府啊！所以我问你，你再回去想想，你们定制纪念金100件，把共军的枪颁给国军，所以你说那4个网军真的假的很重要吗？不重要，国军说是假的就假的，要让更多人知道他相信他是假的就好了。青鸟就是舔共鸟嘛，许志杰送的呢，国军看过的呢，整个国军上下审过，许志杰送出去，没有人知道是假的，他可以帮你认识匪枪哦，刚好拿回去每天日日夜夜膜拜，耶，国军跑第1名，结果变成共军，赞啊！亲自把国军送成共军是谁？民进党立法委员，假的，只要国防部说是假的就是假的，你只要尽管的照国防部的讲法去公告就对了。至于是真的是假的，国防部会不会丢脸不重要，丢脸也是赢，不丢脸也是赢，反正都是赢，青鸟永远赢，咕咕咕咕我们赢，我们赢，咕咕我们赢，咕咕我们赢，咕咕我们赢，天下大乱，形势大好。2个方面，第一个，台湾的政府已经糜烂到了最底的时刻了，这么严重的一个军事机密的可能性的泄露，他却用一招叫做共媒说谎的模式来把它打回票。他竟然说是假的，那我们就帮他大肆宣传，叫形势大好。如果我们去那边跟他较真，你去跟他吵架，到最后他用一大堆的歪理把你怼回来。面对民进党政府这一种为非作歹、各种造谣抹黑，连国防部都可以陪下去说谎的这种行径，你也不用去辨识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，你就把他说的是他以为他很聪明的话，帮他广播放大100倍就好了。这样子对我们的国军才是一种救援，因为总有人要跳出来把这一切的荒谬演绎成一种喜剧，喜剧就叫吃瓜吃瓜吃瓜。